这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学习、吃饭、睡觉，有空时出门购物、聚会，或是一个人宅在家里。不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被同样的引力牢牢吸住。但如果有个地方，在那里看到的太阳不是金黄色，星空不是蓝色，你会想去看看吗？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设计师伊隆·马斯克曾引用过一句俄国火箭科学家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2021年随着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和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顺利完成了商业太空之旅，人类探索宇宙、移民外星球的步伐是不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耗资巨大、充满争议的商业太空之旅，是这些超级富豪的任性之举，还是人类未来的诺亚方舟？大家好，我是小李哥，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丈量世界的旅游爱好者。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不要吝啬您手中的点赞和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9月16日，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将载有4名非专业宇航人员的飞船送入了太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飞船进入地球轨道的商业太空旅行。而此次被命名为 Inspiration 4的商业太空旅行所达到的飞行高度和时间，都超越了 SpaceX 竞争对手蓝色起源创始人、世界首富贝索斯和维珍银河创始人布兰森之前完成的商业太空旅行。然而，不论是这次私人航天器龙飞船的3日太空之旅，还是之前贝索斯11分钟触碰太空边缘卡门线的体验，以及布兰森飞到离地面约86公里，体验3-4分钟失重状态之行，这些亿万富翁的商业太空旅行都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商业太空旅行是否能为科学带来更多实验数据，为进一步太空探索打下基础？商业太空旅行是否会对乘客造成身体伤害？是为人类星际移民做准备，还是加速对地球的破坏？太空旅行一直被宣传为科学家进行各类科学实验提供机会的项目。例如，维珍银河在最近的一次太空飞行中携带了一些植物，并测试了它们在微重力环境下的反应。贝索斯的新希伯德号飞行器搭载了年近60的贝索斯和他的弟弟 Mark、82岁的美国前女飞行员沃利芬克，以及蓝色起源公司接待的首位付费太空游客18岁的荷兰籍男子奥利弗·德门。希望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就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参加太空旅行。而完成 SpaceX Inspiration 4任务中的4人，包括一名身患骨癌的29岁姑娘海莉·阿尔克诺，她也成为了第一位带有假肢进入太空的人类。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太空旅行是否会对科学家提供重大的新见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可大规模重复使用的飞行器对全球商业航天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在太空飞行中，人们可以持续体验高度和重力的变化。为布兰森太空旅行做准备的航空生理训练中心主任指出，参加太空旅行乘客的身体会受到持续的重力影响。具体讲，乘客承受的压力上可以达到6G 的重力，也就是乘客体重的6倍压力，并且时长会达到20或30秒以上，就像有6个自己压在身上，那会是感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太空旅行乘客也有可能暴露在太空辐射中，尽管这取决于乘客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特别是轨道飞行要比亚轨道飞行更危险。太空旅行公司为了保证乘客安全，要求乘客接受培训。维珍银河提供了为期4天的培训课程，蓝色起源为贝索斯等4人制定了一个14小时的速成班，而参加马斯克的 Inspiration 4的4名乘客为3日太空之旅训练了6个月，其中包括离心机训练、龙飞船模拟以及其他 SpaceX 飞行器的发射操作的观察、零重力飞机训练、高度训练模拟和医学测试等。虽然 NASA 和很多航空航天专业机构都公布过一些外太空生活对人类身体带来的影响的研究数据，但大部分报告的研究对象都是在太空执行任务的专业宇航员。对于短期商业太空旅游对乘客带来的短期及长期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布兰森的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希望向所有人开放太空，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想要增加进入太空的机会，而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更进一步，
宣称要让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乍听之下，这些公司似乎都是为大众服务，然而搭乘这几架太空飞船的票价却并不是普通民众能支付得起的。搭乘维珍银河的动力飞船，旅行费用的单张船票可能在25万美元以上。乘坐蓝色起源新谢布德号火箭的18岁荷兰乘客被竞拍到这张船票，支付了2800万美元。而 Inspiration 4太空旅行的实现，全靠亿万富翁贾里德·埃萨克曼出资，他为这次飞行可能支付了约2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的船票价值就达5000万美金。有很多支持商业太空旅游发展的人士说，这个正在起步的新兴行业，就像轮船、飞机或是特斯拉电动车一样，非常符合重要的科学定律——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他指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到24个月便会增加1倍，性能也将提升1倍。换言之，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到24个月提升1倍以上。所以，这些人推断，商业太空旅行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成本。然而，除了价格因素外，太空旅游行业这一新兴产业也面临着有关环境影响的严重质疑。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可持续发展公司的分析师称，使用传统燃料类型的商业太空发射会产生518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相当于一辆汽车绕赤道行驶74圈。而 SpaceX 的龙飞船飞向太空一次的碳排放量相当于395次跨大西洋的航班。维珍银河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每年进行400趟太空旅行。贝索斯也宣布，蓝色起源已经售出了价值近1亿美元的太空游船票。虽然目前由于火箭发射频率较低，尚不足以造成严重污染，但随着各大巨头公司的进入、资本的抢占，太空旅游这个新兴行业又会对地球和我们的生存环境产生多大的影响？人类靠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靠着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迭代，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如何掌握好人类社会的需求和自然的负荷能力，也是今天所有地球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去太空旅游变得像去蹦极那样越来越大众化，你会想去体验一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